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使用 Hetabase 1年之后是怎么优化我的卡片和笔记流程。那先简单前情提要一下，我是在去年5月开始使用 Hetabase， 当时我对卡片和笔记法并不是那么了解，最多就是上网爬文，知道有分成闪念、文献、永久卡片这些分类之后，就开始凭感觉应用了。直到今年年初，我才读了《卡片和笔记》这本书，那也才发现我并没有真的在使用这个方法。但因为既有的笔记的方式其实输出效果也还不错，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做调整。只是在最近，我发现自己实在累积了太多没有在用的标签和白板，那导致我每一次在写笔记的时候，会花蛮多时间分心思考这个笔记是不是需要被 tag，或需不需要被放在一些特定的白板里。再来呢，我在 journal 中呢也累积了很多零碎、不完整，甚至是不断重复的想法。所以看到这些之后呢，我才决定要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己的输入输出流程，然后看能不能让整个流程呢变得更简单直观。好，那在分享我怎么用 Hetabase 实践卡片盒之前呢，先快速说明一下卡片盒笔记的概念。简单来说呢，卡片盒笔记可以分成6种类型的卡片。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闪念笔记、文献笔记、永久笔记，再来就是关键字索引、专案笔记，还有索引页。我们先来看到闪念、文献、永久这3个最常听到的笔记类型。闪念笔记呢，其实就是指我们平常记录各种零碎想法和灵感的笔记。那这个笔记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必须定期的去回顾，并花时间呢把它发展成一个有完整脉络或是有结论的观点。如果我们没有回顾处理这些笔记的话，会有几个坏处。一个是放久了就会忘记这个笔记的灵感来源，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记下这些想法，那就失去了记灵感笔记的意义。再来呢，就是这些零碎的想法其实会一直在我们脑中，让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时时专注在当下或是更重要的事情上。文献笔记就是我们在阅读文献时记下的作者观点。记录文献笔记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尽量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转述，这样我们才可以试着把这些外界的新观点呢，慢慢的融入到我们习惯的思维体系。像是我上支影片 Scrum 白板中这些拆解完的卡片，虽然都已经经过就是自我转述，那甚至我会加上一些自己的理解在这个卡片中，但它们都还是属于文献笔记的范畴。再来看到永久笔记的部分，永久笔记呢，就是我们自己经由思考得出的个人观点或是主张。通常这类型的笔记都会带有比较浓厚的个人色彩，去反映出记录者的兴趣、生命观或是哲学观。那最近我在厘清了这3种卡片的差异之后，就发现呢，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永久笔记。这不是说我完全没有个人观点，而是我的这些观点呢，要么就是散落在 journal 里没有被整理，或是我在写一些文章心得的时候，就直接把观点埋入在这些已写完的文章中。那根据卡片和笔记的建议呢，是我应该要有一个永久卡片区来存放我的观点，那定期的再从这些观点之间呢去找关联，建立思考网络，那找到属于个人的主题。这样做在未来才有可能产出拥有独有洞见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关键字索引、专案笔记以及索引页。这边其实是我以前很常搞混的地方，因为在书中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的篇幅说明关键字索引或是索引页的差异。后来呢，我是透过瓦基的文章才终于理清了这2者的差别是什么。那瓦基的文章连结呢，我会放在说明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那来看到关键字索引，关键字索引是我们开始累积永久笔记后，会发现笔记会渐渐向一些主题靠拢。当这些主题越来越明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这些卡片建立主题关键字，帮助我们组织思路。那卢曼当时因为都是用实体卡片，所以关键字索引也都是用卡片来记录。至于今天我们要怎么用 Hetabase 来做这件事等等，后面会一起说明。来看到专案笔记，专案笔记它就是只与一些特定项目有关的笔记，那你项目一结束之后，其实就是可以丢弃或是存档。例如我在我的永久卡片盒中看到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根据这个主题制定我的研究计划、待办事项啊，或是我会做访谈，会有一些访谈记录，写我的文章时会有草稿，然后到最终版就是完成的论文或文章。那对我来说，刚刚一连串提及的东西呢，其实都属于专案笔记。
我只会保留最终输出的那一篇文章，那其他就是全部删除。如果说你今天觉得你在研究中或是编辑中有一些很值得留存的文献，或是你觉得很赞但没有用到的想法，那就可以把它写成新的文献卡片或是永久卡片，然后去做归档。接下来看到索引页，那索引页呢，它其实是卢曼在做实体卡片和笔记的时候，因为他不想一开始就用主题去做分类，所以他才会用英文和数字帮卡片做编码。那这个步骤呢，我觉得在 Hetabase 里面其实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处理的，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一起说明。那接下来就来看看我的卡片和笔记流程。首先呢，在闪念笔记的部分，我会先以 Journal 作为随时记录闪念笔记的地方，然后呢，再用一个收集箱白板来处理这些零碎的笔记。在这个收集箱内呢，我有参考 GTD 流程，把白板划分出不同的区块来区分不同规模的任务。那大家可以看到最右边会有一排这个白色卡片的这一区呢，这里就是我用来处理 Journal 中零碎想法的主要空间。在我把想法拖译进来之前呢，我会先判断Journal 中的内容到底值不值得发展成一个观点。如果它只是一些日常的这种琐碎的日志记录的话，我就是把它留在 Journal 中。再来呢，看到有发展性的想法，我就会把它拉到这一区，开始做分类，把重复啊或是类似的点子做整合。那当卡片已经变成一个完整的观点的时候，我就会直接 Command 加 M 把它移到我的永久卡片白板。好，那有时候卡片太多，当下我没有空整理，我就会判断这个卡片它在长成完整观点之前，是不是需要额外花时间。不会的话，我就是让卡片继续留在这个灰色区域，有空档再来整理。那如果呢是需要额外花时间来研究的卡片，我就会判断它有没有立即处理的必要，没有的话我就会把它丢到最左边的 Someday section， 那有的话我就会丢到 Recent 区域。好，那文献笔记的部分就比较单纯，其实就是我们开一张卡片做笔记，然后视情况看看要不要开一个白板来拆解，像是我拆解 Scrum 那本书一样。那至于文献笔记的管理，就是用 Tag 来管理笔记的状态，像是有些可能正在拆解当中，那有些可能是书才读到一半等等。那永久笔记呢，我会统一建立一个永久卡片白板，用来收集所有的永久卡片。在这个白板中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找卡片之间的关联。这个时候我就会结合卢曼的索引页概念，只是不同的是呢，我们在用 Hetabase 或是其他白板软体工具的时候，并不太需要用英文或数字做编码，只要透过卡片的排列位置，就可以很清楚直观的看见卡片之间的关联程度了。当有些卡片聚集的越紧密，其实就是某个特定主题开始浮现、开始聚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关键字索引。那在 Hetabase 中呢，我就是用标签的方式，把有相同主题的卡片加上主题标签。未来如果要开始一个研究或是创作专案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些标签来检索和注记。我自己呢也会在这个白板中把类似主题的卡片用 section 框起来，这样我在浏览白板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辨识到这个主题群的。那如果你也发现说在不同的主题群下面的子卡片可能又有另外的这些相关性，有另外的主题可以发展的时候，那一样我会先用标签去做标记。那再来在视觉化的部分，其实是可以透过颜色或是连线来做关联。专案笔记的部分就很单纯，像刚刚前面提到，我只会保留最终完成的版本，那我就是用标签的方式做简单的管理，让我知道说我曾经产出过这篇文章。好，以上就是我怎么用 Hetabase 实践卡片和笔记的流程。最后呢，在我平常经营的 IG 书账上面，有几个朋友有问一些问题，我就一起在这边回答。第一个是这次我的流程啊，还有灵感笔记的整理会花很多时间吗？那之前他看到有一个说法是不要让整理的时间大于吸收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要看这边的整理指的是哪一种整理。那我觉得有一种整理呢，就是调整笔记存放或是调整笔记形式的整理。那这一种我就会尽量不要花太多时间。另一种呢，可能就是我在试着把我的灵感笔记转化成永久笔记的整理。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思考和提炼资讯的过程。那我个人的话，就会蛮愿意花时间在这一种整理上。第二个问题是好奇我会怎么整理同一个主题的不同书籍，例如有关健康的3本书。我的话，我会先看今天要整合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今天的目的是我想养成健康习惯，那我可能就会依照这个目的看怎么样把3本书的内容重新做分类，例如可能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或是日常的作息，可能就会往这3个维度去做。那如果今天是想探讨人为什么会生病的话，我的维度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可能是会去思考说，到底影响人体健康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有什么，然后去重新做分类。基本上呢，3本书的内容都会是被打散的，照自己的目的来重新组织。好，以上是今天的分享，感谢你听到这边。如果今天听完有任何回馈、任何问题，都很欢迎你留言和我一起讨论。